如果夫妻离婚了，孩子跟谁会比较好？这个问题很多人一开口就错了。有人说，当然跟妈妈，因为妈妈细心，妈妈懂孩子，妈妈不会让孩子受委屈。也有人说，当然跟爸爸，因为爸爸经济条件好，能给孩子更好的学校、更好的生活、更稳定的资源，听上去都挺有道理。但说句实话，这都不是最关键的答案。孩子不是谁抢赢了就该跟谁，也不是谁哭得惨谁就更有资格，更不是谁钱多谁就天然更适合养孩子。孩子应该跟那个情绪更稳定、责任感更强、最不会拿孩子当筹码的人。这一句话可能不讨好，但现实就是这么了。离婚对成年人来说是一段关系结束，你可以重新恋爱，可以重新结婚，可以搬家，可以换生活，甚至可以把过去那个人直接从自己的世界里删除。可孩子呢？孩子删不掉。爸爸永远是爸爸，妈妈永远是妈妈。他不能像成年人一样说翻篇就翻篇，他只能突然接受一个事实，原来每天都在一起的家没了，原来可以同时叫爸爸妈妈的生活断了，原来他最熟悉的世界突然他掉了一半。最扎心的是，很多孩子在父母离婚之后，连难过都不敢表现得太明显。他怕自己一哭，妈妈更崩溃；他怕自己一沉默，爸爸觉得他被带坏了；他怕自己说想爸爸妈妈伤心；他怕自己说想妈妈爸爸不高兴。你看，一个孩子明明是受伤最深的人，最后却要反过来照顾大人的情绪，这才是离婚里最残忍的地方。所以，离婚之后，真正该问的不是孩子跟谁更划算，而是谁能让孩子少受一点伤。很多妈妈觉得孩子必须跟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我带大的，我最懂他。这份爱当然是真的，但爱不等于适合。如果一个妈妈离婚以后，把所有委屈都倒在孩子身上，天天在孩子面前骂爸爸，天天告诉孩子你爸没良心，你爸不要我们了，你爸对不起这个家，那孩子跟着他未必幸福。因为孩子每天听到的不是爱，是恨，不是安全感，是压力。他会慢慢觉得自己爱爸爸就是背叛妈妈，自己想见爸爸就是没有良心，自己过得开心一点好像都对不起妈妈的痛苦。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，他不会正常的爱人。他总觉得爱一个人就必须站队，必须牺牲，必须背负别人的情绪，这不是教育，这是把成年人的伤塞进孩子的心里。同样，很多爸爸也觉得孩子跟我更好，我有房子，我有收入，我能给他交学费，我能让他生活不差，这也有道理。但问题是，孩子需要的从来不只是钱。如果一个爸爸只会转账，不会陪伴，只会安排学校，不会听孩子说话，只会问成绩，不会问孩子最近开不开心，只觉得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学生，就算尽责了，那孩子跟着他也未必幸福。因为孩子不是一个只需要供养的项目，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他需要被看见，需要被回应，需要在害怕的时候有人抱一抱他，需要在犯错的时候有人教他，而不是只骂他，需要在想妈妈的时候不被嘲讽，不被审判，不被扣上不懂事的帽子。所以你会发现，离婚之后最可怕的不是穷，也不是房子小一点，日子紧一点，最可怕的是父母心里全是怨气。妈妈把孩子当成报复爸爸的工具，爸爸把孩子当成证明自己赢了的战利品，嘴上都说为了孩子，实际上都在用孩子证明自己委屈。更可怕的是，一群大人会围着一个孩子，不停地问他站哪边。妈妈问他你到底跟谁亲，爸爸问他你是不是被你妈教坏了，爷爷奶奶问他你妈是不是不管你了，姥姥姥爷问他你爸是不是没良心。一个小孩夹在两边中间，听着这些话，他能怎么办？他只能装懂事，装无所谓，装自己不难过。可一个太早懂事的孩子，心里往往已经碎过很多次了。所以我一直觉得，离婚以后谁更适合带孩子，要看3件事。第一，能不能不在孩子面前诋毁另一方。
你恨前夫也好，恨前妻也好，那是你们大人的恩怨，孩子没有义务替你恨谁。你可以不原谅对方，但你不能剥夺孩子爱爸爸或者爱妈妈的权利，因为对你来说，那个人可能是失败的伴侣，可对孩子来说，那个人依然是他的亲人。你把对方骂得一文不值，孩子不会只恨对方，他还会怀疑自己，因为他身体里也有那个人的一部分。第二，能不能不把孩子变成自己的全部人生？很多离婚后的父母最爱说一句话：我这一辈子都是为了你。这句话听起来伟大，其实很沉重，它会让孩子觉得自己不能失败，不能叛逆，不能有自己的想法，因为只要他不听话，他就对不起那个为他牺牲一切的父母。可孩子不是你的精神拐杖，不是你婚姻失败后的补偿品，也不是你人生不甘心的延续。你可以爱他，但不能把你所有的痛苦、牺牲、怨气都压在他身上。第三，能不能给孩子稳定的生活？这里的稳定不只是钱，而是生活节奏稳定、情绪稳定、教育稳定、陪伴稳定。不今天说这个，明天变那个，不心情不好就骂孩子，不情绪上来了就抱着孩子哭，不把孩子一会儿当宝贝，一会儿当出气筒。孩子最怕的不是家里穷一点，孩子最怕的是他永远不知道大人的脸色下一秒会变成什么样。他每天都要猜爸爸今天会不会生气，妈妈今天会不会崩溃。我这句话能不能说？我这个表情会不会惹麻烦？一个孩子一旦活成这样，他就不再像孩子了，他会变得特别会看眼色，特别会忍，特别怕麻烦别人，也特别不敢表达真实需求。这不是懂事，这是被逼出来的自我保护。所以离婚后孩子到底跟谁？我的答案很简单，跟那个更能托底的人。谁能给孩子饭吃，也能给孩子安心；谁能管孩子学习，也能管孩子情绪；谁能在自己很委屈的时候不把怨气撒到孩子身上；谁能在自己重新开始生活的时候还记得孩子不是累赘；谁能允许孩子爱另一方，而不是逼孩子一起仇恨，孩子就应该跟谁。至于另一方，也别以为给钱就算完事了，抚养费要给，生活责任要担，但真正负责的父母不能只做一个转账的人。你可以不和孩子住在一起，但你不能从孩子的人生里消失，该陪伴的时候陪伴，该沟通的时候沟通，该出现的时候出现，该承担的时候承担。不要把离婚当成逃避责任的理由，更不要把孩子丢给对方，几年不闻不问，最后还说自己也很难。谁不难？孩子最难。成年人离婚至少还有选择，孩子没有。说白了，孩子跟爸爸好还是跟妈妈好，这句话本身就问错了。孩子不是跟某个性别好，孩子是跟负责任的人好。跟爸爸也好，跟妈妈也好，最重要的不是那个人嘴上说多爱孩子，而是离婚之后生活一地鸡毛的时候，他还愿不愿意为孩子克制自己，不在孩子面前发疯，不拿孩子当武器，不让孩子替自己受罪，不让孩子小小年纪就学会察言观色。离婚最考验的从来不是感情，而是人品。结婚的时候谁都会说爱，离婚以后还能不能体面地保护孩子，才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底色。成年人可以散，夫妻可以散，感情可以散，但孩子的安全感不能散。所以离婚之后孩子跟谁最好？跟那个让他不害怕的人，跟那个让他能安心睡觉的人，跟那个不会把他当筹码的人，跟那个哪怕自己很痛也愿意先护住孩子的人。这才是一个父母真正的良心。最后问一句，如果夫妻离婚了，你觉得孩子应该跟经济条件更好的那一方，还是跟情绪更稳定、更愿意陪伴的那一方？